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没有意外的话 ，iOS 26.2 很快就要推出了。那这一次的更新呢，请 iPhone 17系列的使用者们真的不要犹豫，直接按下去就对了。因为升级到 iOS 26.2 之后呢，我们终于不会爆pin了，耶！那除了 iPhone 17系列一定要更新之外，那其他的 iPhone 使用者需要更新吗？看完今天这支影片，你可以自己决定。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我们先来聊聊 iPhone 17系列的使用者最在意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爆pin问题到底修好了没有呢？如果你还不知道爆pin是什么的话，我快速帮大家恶补一下。爆pin呢，指的就是你的网络连线品质异常。前阵子有很多人反映，买了新的 iPhone 之后呢，明明是新手机啊，效能这么强，但上网常常会卡顿，用起来比旧手机感觉要更慢，这当然不正常嘛。所以实测之后就发现了，除了用 Apple 自家 C1X 晶片的 iPhone Air 之外呢，只要是使用高通 X80 晶片的 iPhone 新机，包括了 iPhone 17、iPhone 17 Pro 跟 iPhone 17 Pro Max， 它们的网络延迟都非常高，那品质常常都会冲到将近1000毫秒啊，也就是有那种延迟快要1秒的那种感觉，而且还会丢封包，直接让你断线。那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在打电动啊、讲电话的时候会觉得断断续续的，那传 LINE 的时候呢，可能要等1-2秒才传得出去。看 YouTube 或是看影片的时候会时不时的转圈圈，这就代表延迟很高，网络连线异常。那一开始大家以为是硬体的问题，还有不少网友因为这个原因就把 iPhone 给退掉了。但在我看来呢，这个就是一个系统调教的问题，跟硬体的关系不太大，所以我们就只能等啊，等苹果愿意去修复这个问题。终于 iOS 26.2 终于让我们等到了，爆pin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自己实测了一下，它的品质确实都还蛮稳定的，比较没有突然冲高的状况，而且没有掉封包断线的问题。然后平均值呢都在100毫秒以下，这个才是 iPhone 应该有的正常表现。那其实这个爆pin的问题呢，在开始卖没有多久就发现啦，大家骂了2-3个月，苹果现在才愿意修，真的是反应太慢了。但不管怎么样，能修正都是好事，所以有买 iPhone 17系列的人呢，请一定要更新，升级完了之后就是美好的一天啦。Wow, what an amazing day! 再来，这次 iOS 26.2 在 Liquid Glass 的界面里面做了几个不错的细节更新。你长按锁定画面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调整时间字体颜色的地方多了一个水滴的图示滑杆，这就是全新的透明度调整功能。那之前的版本呢，虽然有透明的玻璃杆，但透明度它是固定的。现在我们可以自己拉动这个滑杆，看你是要让有颜色的字体更透明一点呢，来显现桌布，还是要实心一点让时间更清楚，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调整。那另外测距仪的这个 App 里面的水平仪呢，也换成了这种液态玻璃的质感，晃动手机的时候，那个水珠在玻璃上面滚动的视觉效果做得很逼真。最后呢，就是这个动画的流畅度，这一次的更新之后，操作的反应变得更顺手了。整体的动态效果，我觉得有到当初 WWDC 展示的那种水准，滑起来跟看起来都非常舒服。那接下来这个重点呢，我觉得是 iOS 26.2 很重要的一个新功能，叫做 AirDrop 代码。它的概念是解决 AirDrop 的隐私问题。有在用 Apple 装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AirDrop 是一种可以用来无限传输档案的功能。那以前我们要传输档案给别人的时候呢，要么是要先加对方联络人，要么就是要打开所有人10分钟嘛。那有的时候跟这个人不是很熟，像是朋友的朋友这种，不想要加到通讯录里面，但一起出去玩又可能会需要传照片或传档案，每一次要用 AirDrop 就要再重新打开10分钟，真的是很麻烦。那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在分享档案给不认识的装置的时候，对方的装置就会产生一组 AirDrop 的代码。我们输入之后就会有30天的临时传输权限，那这样一来呢，不用加好友也可以安全传输档案啦。再来是提醒事项的更新，大家应该都有过设定的提醒事项，结果因为它只跳一个小小的通知，然后你一忙就没有注意到，事情就给忘了的经验吧。那现在呢 iOS 26.2 终于改进了这一点，你在设定这个提醒事项的时候，会发现多一个紧急的选项，只要把它打开，时间一到，手机就不会只跳通知，而是会像闹钟一样直接跳出全萤幕的画面，然后播放闹钟的铃声来吵你，直到你把它关掉为止，这样就绝对不会忘了吧。而且苹果呢，为了把这个功能跟一般的闹钟做区隔，还特别把这个界面做成蓝色的背景，让你一眼就可以知道这个是提醒事项还是一般的闹钟，蛮贴心的。那接下来是 Apple Music 的一个小确幸， Apple Music 终于正式支援离线歌词了。在 iOS 26.2 之前，我们下载音乐的时候呢，通常只会下载音乐，那歌词的资料就需要透过网络才可以看得到。但这一次更新之后呢，系统就会在下载音乐的同时，把动态歌词的资料一起打包存到手机里面。以后我们出门搭飞机要开飞航模式，或者是在讯号很差的地下室的时候，就算你完全没有网络，歌词都还是会显示。这对于随时随地想要练歌的人来说是非常赞的改进啊。再来是无边界 App 的更新，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平常比较少开这个 App，
但我建议真的可以试试看。这次更新加入了一个很实用的表格功能。以前我们要在上面整理资料，可能只能贴一些便利贴啦，那版面就会看起来乱七八糟的。现在有了表格分类之后，你就可以把资料分门别类的整理好，不管是要开会做记录，还是旅游做规划，版面都会变得整齐非常多。另外，密码的 App 界面也有做了一些调整。那在讲这个功能之前，我还是要鸡婆的提醒一下，如果你还是习惯用备忘录在记密码的朋友，真的强烈建议一定要试试看内建的密码 App。那你用备忘录记密码，你要自己复制再贴上。但如果你用密码 App 的话呢，它可以自动帮你填写，登录的速度会快非常多。不过方便归方便，大家应该都有手残的经验，在登录的时候呢，系统会跳出来问你要不要存这个密码，结果你明明想存，却不小心按到永不储存。那你一旦按下去，那个网站呢就会被列入黑名单 ，iPhone 从此就不会再问你要不要存这个网站的密码了。那要救回这些网站的功能，其实一直都有，只是以前藏得太好了。在旧版本里面，它只是藏在说明文字中间一个小到不行、很容易被忽略的蓝色连结。那如果你不仔细看呢，根本不知道它是一个设定的按钮。但在 iOS 26.2，苹果终于把它放大了。现在这个显示已排除网站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大大的选项，直接列在选单里面。现在你只要点进去呢，一眼就可以看到哪些网站被误按了。把它移除之后，下次登录那个网站，系统就会恢复正常，重新跳出视窗问你要不要储存密码啦。那接下来这个功能是针对辅助使用的更新。这个功能原本是为了听障朋友设计的，让他们可以透过闪光灯来知道有没有电话或是讯息进来。但很多习惯把手机切成静音的朋友也都会把这个功能打开。不过在之前的版本呢，它只能强制闪烁背后的 LED 闪光灯，这个在电影院里面或是半夜关灯的房间里面真的太暴力了。那这一次 iOS 26.2 的设定里面新增了一个只闪烁萤幕的选项，在开启之后呢，它是透过萤幕来发出柔和的闪烁光芒来提醒你，而不是去闪背后那个探照灯等级的闪光灯啊。这样可以达到静音通知的效果，又不会瞬间变成光害制造者，非常适合想要低调一点的使用者。那再来关于健康里面的睡眠分数，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晚上都会带着 Apple Watch 睡觉，那你起床之后都应该会习惯去看一下昨晚的睡眠分数拿了几分，对吧？但是之前的分数老实说有点像是快乐表，有的时候明明前一天熬夜或是半夜已经醒来好几次，那早上起床精神很差，结果一看手机，哇，这个睡眠分数居然还是有8-90分，这种自我良好的分数啊，久了之后其实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那这一次 iOS 26.2，苹果终于针对了演算法进行了校正，重新设计了评分的门槛跟权重。更新之后，你就会发现分数变严格了，可能原本可以拿90分，就会跟你说睡眠极佳，但现在至少要96分才会拿到非常高的评语。虽然这个分数的门槛变了，但这个反而可以真实的反映你的睡眠品质，让你知道真正哪里睡不好啊，该怎么调整作息啊，这样子评语我觉得比较有意义。最后呢，是有在开车使用 CarPlay 的朋友，大家如果平常有在用 iMessage 的话，应该会习惯把常联络的老婆跟男朋友或是工作群组直接钉选在最上面，对吧？那以前这个设定呢，会强制同步显示在 CarPlay 的车机萤幕上面，这样你每次点开讯息想要回复的时候呢，列表上面全部都会挂着那几个大头贴。如果你是载老板或是载客户或是载一些不熟的朋友，结果萤幕上面一直挂着你常用联络人的大头贴，这样其实是有点尴尬的。那现在 iOS 26.2 在 CarPlay 的设定里面呢，终于新增了一个开关，让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显示钉选讯息给关掉。那这个小小的开关解决了隐私跟界面的问题，我们把它关掉之后，那些私人的大头贴终于可以隐藏起来，界面也会变得比较干净，让你开车的时候可以更专心，也不用让全车的人都知道你常跟谁聊天了。好啦，那以上就是 iOS 26.2 的重点更新内容。严格说起来呢，我觉得这一次的 iOS 26.2 才应该是 iPhone 17系列真正的正式上市版，因为升级到这个版本之后呢，才终于解决了大家困扰已久的爆屏问题，然后 Liquid Glass 的动画流畅度也终于跟上了硬体该有的水准，再加上补齐了像是离线歌词啦、AirDrop 代码这些早就该有的功能，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首批入手 iPhone 17系列的人，那这个2个月辛苦了。更新完这个版本呢，你才算是真正拿到了原本该有的完美手机。那至于是旧款 iPhone 的朋友，那需不需要急着升级呢？我觉得如果你对影片里面提到的这些功能有兴趣，那就可以直接升级。但如果你觉得这些改变对你来说还好的话，那我建议就可以等等，看看这一周大家的灾情回报啦，确定没有什么耗电或发烫的问题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按下更新也不迟。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希望能够帮我按个赞，然后热推一下，这样对我们频道的演算法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 Apple Fans， 然后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最快的 Apple 资讯哦。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拜拜。